我叫黄药师，江湖上的人叫我东西。听傻姑偶尔念叨，但从没听师傅提起过。邪这个字放别人身上是骂人，放我身上，我挺喜欢。好啊，今晚喝了几口酒，就畅所欲言跟你聊一聊。因为我这辈子做过最邪的事，不是武功诡异，不是行事怪癖，是我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。那个人是我的徒弟，他叫梅超风。这件事我在心里藏了几十年，没跟任何人说过。今天我想把它说出来。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她还是个满身野气的小丫头，被人追着打，头发乱成一团，眼睛里全是狠劲。那是在江南的一个小镇上，他那时候还不叫梅超风，他叫梅若华。你们会把他怎么样呢？他是狼养大的，吃了我们好些家畜，我们要杀死他。路边围了一堆人，对着他指指点点，他像一头被逼到墙角的小狼，呲着牙，谁也不让靠近。把他交给我，好好驯服一下，或许会有更大的用处。既然大侠要带走，我拨开人群走过去，我蹲下来看着他，他瞪着我看，眼神里头没有害怕，全是敌意。是啊，我呀，就喜欢给自己找麻烦。我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不说话。我又问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他还是不说话。不说话就表示默许了。我要收你做徒弟，好好栽培你。我站起来转身要走，他忽然抓住了我的衣角。他没有求我，可他松不开那只脏兮兮的手。那一刻我就知道，我甩不掉了，这辈子这个丫头我是甩不掉了。我带他回了桃花岛，收他做徒弟，给他取了个新名字，叫梅超风。超风超脱尘世，如风自在。我希望他以后的日子能比之前好过一些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却对他产生了异样的感觉。我特别他学武功特别快，别人3天的东西他1天就会。可他不爱说话，总是安安静静的一个人站在桃花树下。我教他弹琴，他学不会，手指头笨得很，把琴弦按得乱七八糟。可是我听着那乱七八糟的声音，竟然觉得比什么名曲都好听。后来我教他弹指神通，他练得最用功，手指磨出了血，他也不停。师姐，看什么呢？我问他，你怎么这么拼命？他低着头说，我不想让师傅失望。那一刻我心里头猛地疼了一下。这个是欧阳修的词，我记得书上说欧阳修喜欢上他的。我说不上来那是怎么回事，我只知道从那以后，我看他的眼神就不一样了。莫非师傅他对你说什么？师傅，师傅，我还有功课没做完，我先做。他一天天长大了，模样越来越好看了。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敢看他了。乱了，重新说说。他练剑的时候，阳光照在他脸上，我就赶紧把头转过去。他喊我师傅的时候，我就假装没听见，走远一点。可我又忍不住远远地看着他，看他笑，看他发呆，
看他跟岛上的师兄们打闹，那几年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几年，也是我最痛苦的几年，因为我知道这份心思见不得人。他是我的徒弟，我是他师傅。江湖人最看重的是什么？礼教，师徒之防。我黄药师虽然被人叫东邪，可我心里头也有一道坎，我迈不过去。千载难逢，是万古。我怕的不是江湖人笑话，怕的是毁了他。我要是迈出那一步，他这辈子就完了。所有人都会指着他脊梁骨，说他勾引师傅。师傅的武功再高，所以我往后退，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抄那首欧阳修的《望江南》。嫩时相见早留心，何况到如今。师傅，师妹，你怎么了？我写了多少遍，我自己都记不清了。写完了揉掉，揉掉了再写。那堆废纸摞起来有半个人高。和那些江湖人说师傅要娶女弟子，这种有一次我喝醉了，快住嘴！对着月亮说了句醉话，我说：“老天爷，出去，你为什么把他送到我眼前，又不让我碰咱？”们出去，听到了没有？后来我醒了，扇了自己一巴掌。我跟自己说：“黄药师，你是师傅，你只能当师傅。”可他好像什么都看出来，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热，他跟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轻。他练功的时候，总是练我教的那几套，一遍又一遍。有一天傍晚，他从背后喊了我一声“师傅”，我转过身，他站在桃花树下，手里捧着一坛酒。他说：“师傅，天凉了，喝口酒吧，暖暖身子。”我伸手去接，他的手碰到了我的手，烫得跟火一样。我把酒坛子打翻了。你真的那么不开心吗？我不敢看他，扭头就走。身后传来酒坛摔碎的声音，还有他蹲下去捡碎片的声音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，怎么全都在这儿啊？我没敢回头。参见师傅。后来岛上来了一个女人，她叫冯恒，人长得好看，超风已经被绑了3天3夜了，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求您饶了他吧。我娶了她，就在桃花岛上拜的堂。他犯了大错。有人问我，原本你爱该放10天冯恒吗？我不知道，既然岛上有我只知道喜事，那阵子算了吧。岛上到处都是再放鞭炮和红绸把他给放，我把所有洞房的窗户全都打开，让去准风把红备喜事绸吹得今晚哗哗响。要给你们我那是在吃2碗汤做给谁看？是师傅做给满岛的那些不说话的徒我带弟看你四处看，做给江湖上那些传闲话的人看，做给他看。你看前面有个花园，很美。师妹，你们看，绑疼了吧？黄药师娶我把你了媳妇放下来吧。黄药师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你们猜，超风那天晚上在哪儿？他就坐在他的房檐上，一个人，喝得烂醉。我夜里起来，远远地看见他，我看了他一炷香的时间，然后转过身回去洞房了。师妹，师妹，第二天下大雨，他在雨里练了一整天的劲，浑身湿透了，头发贴在脸上，雨水顺着下巴往下淌，谁拉他他都不理。但是那就顺着。我站在书房的窗户后面，看着他在雨里发疯。我想出去，我的脚已经迈出去了，又收回来。不行，我不配，我不能毁了他的名声。再后来，他跟陈玄风跑了。陈玄风，他的师兄，也是我的徒弟，他们偷了9阴真经，私奔了。你师傅啊，经常赞你，说你又乖又有孝心。消息传回来的那天还说你身世可怜，我砸了书房里所有的东西，书桌劈了，琴砸了，墙上那幅字画撕成了碎片。就是不懂女孩子的事。你跟他那么多年，冯恒抱着蓉儿站在门外很多地，方照顾不敢到进来。我叫他走开，他不走真是过意，不我冲去他吼了一声，以后你滚！他哭有什么事儿着走了。要什么东西尽管来跟我说。
师傅待我很好。我砸完之后，一个人瘫坐在废墟里头。我恨陈玄风，可我更恨的是，超风跟了他走，都没有亲口问过我一句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我黄药师在你眼里，就这么不值得你开一次口？哪怕你问我一句，我可能就会什么都豁出去。师傅，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生气。可你没有，你是跟别人跑了。你的解释在你坟前烧香的时候说得清楚，可我是从别人嘴里才知道，你是怕我杀了你。他出桃花岛时，超风啊超风，我是恨过你，可我黄药师这辈子杀过很多人，什么时候想过要杀你？和紫微斗数有关，恰巧我又很有研究。他们跑了的第2年，冯恒死了，为了替我默写9阴真经累死的。他在病床上挣扎了3天3夜，把蓉儿生下来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你说是不是很有缘分？我抱着蓉儿站在冯恒的坟前，那一天我忽然想，这大概就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。谁让你动了不该动的心思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其实桃花岛的武功，我恨我自己，我不配做师傅，我不配做人家的丈夫，我不配做一个父亲，我活该一个人守着这座岛，守着这些桃花，孤零零的过一辈子。总想钻研一番。后来的10几年，我满天下找他们，不是为了追回9阴真经，是我想问一句，超风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帮着注解而已。9阴真经。可我始终没找到他，直到那一年，在刘家村，他快死了，我看得出来。9阴真经比我重要，我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是，不行。欧阳锋偷袭我的那一掌，我不甘心，是他替我挡的。他飞身扑过来的时候，我喊了一声超风，他耳朵灵得很，分明听见了。他歪过头来。想对我笑一笑，但嘴里一下子涌出一大堆血，堵住了他的笑。他倒在我的怀里，浑身都在发抖。我抱着他，他的血流在我的手上，热得发烫，就跟多年前那个傍晚，他给我递酒的时候一样烫。他看见我哭，他说：“师傅。”你别难过，我说，别叫我师傅。你知道的，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不下去了。如果贸然离岛，师傅一定会追杀我。他愣了一下，嘴张了张，好像想问什么，但终究没问出来。然后他又合上眼睛，永远的睡过去了。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？当然。那就听我的。我在桃花岛给他立了一个衣冠冢。就在冯恒的旁边，2人相隔不到10步远。好。有人问我，你把他们埋在一起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回答，我说不清楚。是醒着的，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追出去。等到第2天大家发现的时候，我只是想，我这辈子对不起的2个女人。能让他们挨着睡，我死后还可以在2个墓前来回走走。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为了震惊，其实每年他们的忌日，我都会去坐，带1壶酒，3只杯子，1杯倒给冯恒，1杯倒给超风，1杯我自己喝。那师傅可有再见没时间？我对着冯恒的坟说：“阿恒，我这辈子对不住你，你替我墨经。”替我生蓉儿，我却没能让你过上一天安生的日子。我又对着超风的坟说：“超风，师傅这辈子欠你的，下辈子还。不是师徒，不是父女，就是黄药师和梅超风，就2个人。”可没有人回答我。桃花岛的风很大。把我坟前烧的纸灰吹得到处乱飞，掉在我头发上，灰蒙蒙一片。
像个老头子在替我哭似的。老头子自己不会哭，让指挥替着哭。超风活着的时候脾气绝，死了脾气更绝。梅超风，你不是多少年了，无论烧什么纸，烧多少冥钱，没有一回烧透，总要剩半截，剩的半截就冷飕飕搁在我手心里。后来我遇到了杨过那小子，他一眼就看出来我这人心里头有事，可他什么都不问，就坐在我跟前陪我喝了一下午的酒。走了以后，他在门口站了很久，回过头来对我说：“黄岛主，有些事说出来就不苦了。”你要亮出点真功夫来，要不然这帮小辈们还不知道你桃花岛岛主。我没回答他，他转身走了。但我那天晚上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他那句话。弟子知错，求师父。说出来就不苦了，可有些话一辈子也说不出口，有些苦就得自己咽下去，咽不下去也得咽。后来杨过跟我说，他要娶小龙女，天下人都反对。我笑了，我说：“反对你娶你的，管他们放什么屁。”杨过愣住了，他说：“黄岛主，你不觉得师徒成婚是大逆不道吗？”我说：“大逆不道。”天赐良机，我在背后偷袭，先杀一个老道。我黄药师这辈子被人骂的还少吗？什么叫道？什么又叫不道？心里头那道坎，自己迈过去了，就是道。杨过听了，半天没说话，然后他跪下来，冲我磕了3个头。他说：“黄岛主，我敬你是条真汉子。”师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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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真汉子，我只是一个连爱字都说不出来的胆小鬼，一个俗人。师父，住气！那个傻小子做到了我这辈子都没胆子去做的事，他比我强，我差一把火候，差了半辈子。我去找他报仇！欧阳锋，你敢杀我师弟？黄老邪，人都说黄药师是东邪，邪到骨头里了，可我自己知道，我邪的不够彻底。我要是真能邪的不顾一切，当年就把话说出口了。我就是在嘴皮子上爷了一下，可我这颗心一直都卡在礼教大防这4个字上，卡了一辈子，卡死了。现在说再多也没用了，人都没了，坟头上的草都长了几十茬了。我叫黄药师，桃花岛主，5绝之一，东邪黄药师，武功绝顶，天下闻名。答应。师父答应你。可我这辈子最想要的那个人，我没敢要；最有资格站在我身边的那个人，我没有抱住他。超风，要是人真的有下辈子，你别再投胎到我徒弟这个身份上了，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，我也别叫什么黄岛主了。我们就是在街边遇见的，你往我怀里撞，我扶你一把。你说，大哥，我饿了。我说，走，大哥带你吃包子去。就凭这几句人话，没有师徒，没有礼教，没有江湖上的闲言碎语，我这辈子什么都有过，武功、名望、奇门遁甲、琴棋书画，我全占了，可我没有过你。为师将此事告诉你，就是希望你明白，这就是黄药师的下场，满腹才华，一世聪明，
到头来活成了一个只会对着2座坟说话的糟老头子。罢了，桃花开谢，人事尽散，黄药师到此为止。